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时间问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看哦，现在这个川普这个枪击案呢，现在侦办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又有一个新剧情的诞生了。前一阵子哦，这一两天啊，我们都在讲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论啊？是不是 FBI 不给力啊？现在 FBI 端出了一个新的凶手，他说是谁呢？很可能是伊朗啊！这个现在开始往这个方向这个导向过去哦。CNN 就讲说，特勤局哦，因为前几周就有接获线报，是伊朗企图要杀川普啊，企图要暗杀川普。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人等出来讲话了，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华盛他就说，目前而言哦，伊朗行凶的阴谋与宾州涉案的凶嫌库克斯或者是其他人没有任何已知的关联。那另外特勤局的发言人讲说，我们不能对任何具威胁发表评论哦，具体的威胁哦，只能说这个特勤局我们很认真的看待威胁，并且要做出相应的回应。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伊朗呢？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他们讲说，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川普是一名罪犯，必须因下令暗杀这个苏雷曼尼遭到法院的审判跟惩罚。那伊朗是会选择透过法律途径将他绳之以法，就是说，不是我们干的呀，所以伊朗并不承认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确恨他，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方式，大概表达是这样子哦。伊朗也严重否认这个川普遭到这个暗杀未遂的事件有关，而且拒绝有关伊朗这样的意图的指控，说这个指控是你美国带有偏见，甚至带有政治目标跟动机的一个指控哦。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想要伊朗来背这个锅，变成有这个讨论的方向？那再来看一下。川普也在一个私人的谈话当中他跟小甘乃迪的一个私人谈话讲到说，他当时发生的这样的就是耳朵被枪打到的这个状况，他说很像被蚊子叮了一口。我们来听听。We're gonna win. We're way ahead of the guy. And he's interesting. It was very nice actually. He called me and he said, how did you choose to move to the right? So I guess that's people say, if I was looking straight on, right? He said, I said, I was just showing a chart. I didn't have to tell him the chart was on all the people pouring into our country, right? But I just turned my head to show the chart. And something wrapped me. It felt like a giant, like the world's largest mosquito. And it was a bullet going around. What do they call that, an AR-15 or something? That was a big gun. Those are pretty tough guns, right? 对，他是在跟这个小甘乃迪的电话通话当中被录下来他们这个对话的过程，他就说很像被全世界最大的蚊子咬了一口那的确他描述的很仔细，就是有点像是比方说我主持人我是这样子转过去看这个看板嘛，他是要转过去讲的时候可能这样撇头看了一下，所以才闪过了那一颗子弹的意思。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个撇头，没有这样子看，为了要看的这个动作的话，可能那一只蚊子就直接叮在他的头上了。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昨天他也是在共和党全代会像英雄一般的出席那个音乐也好，或者是那个缓慢的步调也好，再配上他的胜利握拳以及他的右耳包上了纱布现在大家又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又要把它做成一些迷因图就说感觉上面好像跟这个反骨割了耳朵之后的自画像有一点类似大家就开始搞起二创梗图那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迷因疯传呢，也是让他的这个声势又再冲了一波网络声量那再来，现在共和党全代会之后，其实维安也是蛮紧绷的。福斯新闻就报道就光是在全代会周边呢，就有很多的插曲比方说有一个21岁的男子还携带 AK-47的步枪，也被这个警方给这个抓起来还有警方还开枪射杀一个持刀的民众所以感觉起来美国自己本身的情势因着选举投票日越来越接近，真的是越来越紧绷了。那还有呢，现在川普的副
范斯哦，他们讲说，这个范斯哦，其实也是可以替川普加蛮多分的，经济牌也好，或者是说他的出身贫困，然后又有非常好的商界的人脉。那我们看到范斯对于中国大陆的强硬态度哦，那外界讲说跟这个川普的路线是吻合的，再加上呢，他又可以打动白人劳工阶层的心，又有这个商业人脉哦，他在矽谷投资啊，投资人的这些人脉也非常多，大家也觉得说他经营有成哦，他就提到了说，川普哦将会跟莫斯科跟基辅来谈判，这件事情呢也可以带来迅速的结束，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可以迅速的结束。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结束掉所有其他枝枝节节的，这样才能够专心来应对中国大陆哦。所以他其实也是跟这个川普一样，是比较一个反中派的一个论调的。那他还曾经这样譬喻过这个中美的外交，这好像跟我们的这个现在台湾媒体在报道的形象又有点不太一样了。他怎么说呢？他讲说这个中国跟美国其实外交政策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台湾都在讲说，他很反中，但是他其实看待中国也有他另外的解读。我们来听一下。We have built a foreign policy of hectoring and moralizing and lecturing countries that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it. The Chinese have a foreign policy of building roads and bridges and feeding poor people, and I think that we should pursue a foreign policy, a diplomacy of respect, and a foreign policy that is not rooted in moralizing, it's root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is country. 对，所以他好像也不见得全然就是一个完全的反中，因为他看待中国大陆反而是觉得说，你有修路啊、修桥，让穷人有饭吃，这其实也是蛮实际的一个看法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川普当然可能是选举语言哦，就讲说他当选之后要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变成100%哦，目的是新关税从60%来调到100%，那将会把其他所有国家全面调升这个进口关税，其他世界各国也都太少进口这些美国的商品啦。然后另一方面，他还讲说他是支持 TikTok 的，就是说，因为你需要有竞争，所以没有 TikTok 的话，你就只会有这个脸书跟 Instagram， 现在都是属于 Meta 集团的，所以他已经不再是反对 TikTok 的。但是呢，现在尽管逆风，拜登还是坚持不退选哦。我们来听一听。Some people are concerned that maybe you shouldn't be in this race. Are you 100% undoubtedly running for re-election? 1,000%. See you on the ballot this November? Unless I get hit by a train, yeah. 对，他就是常常嘴会飘哦，很想说这种不太吉利的话。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民主党哦，我们看到这2天讲说，好像销声匿迹了，没有换灯的这个说法，原来是转为地下化了。他们现在说不在台面上喊了，就私下劝说，拜登你退选吧。他们现在可能面对到这么逆风的一个局面，还是觉得拜登很难打赢吗？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 FBI 这个甩锅甩得太远了哈。其实事实上，很多时候你会接到很多线报啊，一下是谁要暗杀谁啊，或者什么哪里有什么线报啊，其实就情治单位啊，他们这些广布线民的事实上非常非常多的线报。那可是问题这一次的这个凶手哈是在现场，对吧？被击毙，然后。你说他是跟伊朗有关的话，那你可以查他现在的他这个过去跟任何人的接触的记录嘛。那事情一发生以后，媒体报道说这个凶嫌他的电话已经被破解了，也就是他过去的联系记录都可以联系得上，都可以找出来了。那这个才是看他有没有是一个团体的行为呢，还是有人指示，还是他个人的一个行为啊？这个我觉得从他个人那个手机里面应该是有很多充分直接的证据。对，这个凶嫌啊，在他的很多同学啊，还有他的这些工作场合的人认为他就是一个 loner 就是一个独行侠。对，他是一个比较孤僻的，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啊，虽然他数学很好，可是在美国这种高中生的价值观里面，他是一个 nerd 什么？就是一个书呆子。对，书呆子就是被霸凌的。美国人的这些价值观念，你要是足球明星，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学校里面风云人物啊，你是要运动好，对不对？你要其他课外活动好，你数学好，人家就要被人家嘲笑的。所以他事实上的话，你说他会跟这个凶手会跟伊朗
会牵上线的话，现在他们也说了没有直接的这个联系啊。而现在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维安上有没有重大的疏失啊 ？FBI 跟警方当地的警方现在两边互相在怎么在这个甩锅。FBI 说我们已经跟你讲了，那个制高点那个屋顶是最危险的，其他警方要采取任何的行动，警方就置若罔闻，没有做什么。可是 FBI 难道只是说到处去指挥人家，然后用嘴巴来处理事情的吗？这也不应该是这样。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变成就是说，当时呢，事先就已经在发生事情前几分钟就已经发现这个凶嫌拿一把枪爬到那个身上，已经跟警方反映了。警方为什么没有反应？对，为什么没有反应？而且还有一个更骇人听闻的，就变成就是说，又有一个说法说，那个狙击手哈，也就是保护拜登的狙击手，事实上已经锁定了那个凶嫌了3分钟，而且一直请示要不要开枪。对，那上面就没有给他下令，没有下令，所以他们这个就变成这里面这一些问题都让人觉得很值得怀疑。那会不会是这个体制内的人干的呢？对，如果说是体制内的人干的话，那这些迹象就有一点的。第一个，你的维安故意做出一个漏洞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说，你反应得到通知，你反应很慢。第三个呢，你甚至你自己的狙击手请示要开枪的时候，你都不给他一个很明快的命令，让这个狙击手有从容的时间开枪射击这个川普。所以这些疑点比现在突然扯 FBI 扯这个伊朗我觉得比较符合逻辑比较符合常理。不过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很会甩锅，而且出了事情也是东推西推的。这个调查可能已经开始了，可是会不会调查出一个结果我是怀疑啦，因为美国很多这种案子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连这个甘乃迪总统被刺杀，到现在也不晓得到底是谁杀的，或者是不是被杀的最目的跟动机是什么，到现在也查不出来。好，请教苑老师。现在甩锅当然是了，因为有关于这个伊朗这个2020呢，伊朗其实扬言要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已经讲了4年了吧。就是那个川普就是用无人机杀掉苏拉曼尼伊朗要报复这个事情是根本就不是新闻，这是甩锅甩的讲的其实我讲起来这个事情在美国真的是很难防范首先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强调这个事后的这个责任大家什么，但是我要强调3个理由这个事情真的很难防范。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的选举要展现亲民的一面。今天早上川普就是跟大家打招呼就是说耳朵没事了，好多了要故意要展现亲民的一面，有时候还要看到妈妈抱着小孩就 baby kissing， 是美国选举很重要的一个行动美国人话呢，这个不能够表现得像中国的领导人一样子，哇，旁边都是布满了安全人员什么的，感觉到不够亲民就是在选总统嘛。然后第二个呢，请大家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有3亿人有3亿支枪这种大枪这种狙击手的大枪，我跟你讲这个克鲁克斯他本身是一个枪击技术很差的人如果说是这个枪击技术好的话呢，在那个制高点的位置一旦占据的话，那我看川普不是世界最大的蚊子恐怕这个脑袋会打出世界最大的洞就非常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因为我自己看他那个伤，我很怀疑是枪壳打到的但是基于有上次2颗子弹的经验，我发觉插到皮好像确实是这种感觉，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但是总而言之，美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尤其是在这种亲民的环境下。然后第3点的话呢，就大家都没有想到，昨天的话呢，消息都是直指拜登拜登的话讲说，川普说谎道德低落他是我们要攻击的目标请大家恨他。反正就讲了很多，说他是靶心对，所以说这个靶心 target， 所以说呢，这个3个因素讲起来呢，使得大家会感觉到美国开始不安全了，因为以前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我现在的话呢，针对这个范斯讲的这个话当中我觉得呢，他确实是。他是个加分人都没有问题，没有话讲但是他刚刚讲那段话当中，有关于这个外交政策当中，他用了一个字，就说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光说不练，他用了一个字叫 moralizing 他讲的话就是说，请大家仔细听这里面内容，因为听了好几遍了，我就觉得美国人终于有人说出实话，就外交政策要给
修桥铺路要学到大陆这种做法，要给人家有实际的感觉，而不是光是讲啊人权问题啊什么美式民主这些东西，这个没有用的，反而得罪一大堆人，反而造成一大堆麻烦。所以我觉得范斯本身来讲，当然了，我必须强调，他会觉得说赶快把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解决，他是1毛钱都不愿意花在跟美国人无关的立场上，所以他这个立场上是跟那个川普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凡是有很多人要注意到，这个要是范斯的话，他一定会延续。我会认为范斯这么年轻啊，可能会导致美国的政治的改变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认为川普会当选，但是我认为范斯这个副总统会接上去。好，请教舰长。反正啊，只要是要来选总统的，什么事情他当初坚持的都可以不坚持。例如说，我们讲到，有关于川普的 TikTok， 其实川普自己他就有 TikTok 账号啊。那而且他透过这样不断的向年轻人诉说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他到底在讲。他讲的是小费不要上税啊，那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川普果然是很会利用这个时间点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个 TikTok 的问题，当初川普可不是这么讲的，但是现在当 Bloomberg 他访问川普的时候，川普说没有哦，我只是给大家一个选择，那大家要告诉国会应该要怎么样选择啊。所以其实这个政治人物只要碰到选举就开始转弯，那转弯到最后呢，他选择到了这一个副总统。那这一个副总统其实自己就有很多的故事啊，而且这个故事是非常激励人的故事。如果他没有去继续的念哈佛的话，如果他耶鲁，对不起，那如果说他没有继续变成一个创投人的话，他其实也就是直接当兵回来，然后就变成黑手。那这个他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白垃圾。可是现在以他的故事站出来，告诉大家，这些白人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变得跟他一样啊。那甚至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他曾经担任过创投人啊，那矽谷投资人呢，他可以从加州拉到多少票呢？那我们曾经看过一本书啊，从0到1，这个彼得提尔写的这本书，他就站出来。现在开始，他就因为了这一个范斯，他现在要支持川普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啊，选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有关于 TikTok 的这个事情，其实也就变成没有真相了。大家其实只是看到是中国大陆就反弹，如此而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现在看起来最新的民调都显示出来，这个川普的赢面真的比较大已经有拉开一点这个差距了。那就连这个 CNN 的主播据说他也是这个民调专家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约翰金 John King 他就讲说，如果今天举行选举的话，川普就要赢了。我们来听一下。He won just those right there. He would already have the path to 270. He would have 272 electoral votes. Right now, Trump is leading here, and Trump is leading here, narrowly, but he's ahead in those states. Trump is leading here. That's 312 electoral votes. So the warnings to the White House are Donald Trump could conceivably, if the current dynamics in the race hold, get 330 or more electoral votes. That's what they believe.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因为这个川普可能临危不乱，真的是打中了很多美国人心里面那一个崇拜感那所以现在已经开始
大局的翻盘了，有可能会获得330张或是更多的选举人票。对于美国来说，可能这个现在目前选情大势已定，当选的几率是非常的高。但是呢，川普的一番话却又让台湾人惊慌起来，因为他讲什么呢？他说现在要跟台湾来收保护费了呀，他都还没有当选，他都还没有上任，但是他现在因为大局已定，已经要开始跟台湾要收保护费的话先讲出来了。他说呢，这个台湾拿走了所有的晶片业务，还要我们提供保护，那台湾就应该付保护费啊！他们100%夺取了我们的晶片事业，我们夺的哦，我们孜孜苦苦很努力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晶片产业，就是他现在说我们是夺取的，那所以应该要付保护费。他说我们是有多蠢呐，他把我们的晶片事业都拿走了，他们台湾非常有钱，有钱就该出钱哦。那过去在2020年的时候，波顿也有爆料过说，对于川普来说，他其实看待台湾哦，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认清楚他到底看待台湾是怎么样子，觉得说应该很重视我们。那波顿讲说没有哦，他说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里面比喻哦，他说那一张历史悠久坚毅的大型办公桌，说这是中国，然后拿起手上一支笔的笔尖，我这支笔还比较粗哦，这是触控笔，是细的那种笔哦，原子笔的笔尖，这个是台湾。所以对于川普来说，台湾好像并不是他真的那么看重，其实对他来讲，台湾就是一个中美在较劲当中的一个棋子而已，我们就只是一个原子笔笔尖被拿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已哦。那再来，他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共和党的新党纲也同样没有提到台湾啊，所以大家就讲说，这个共和党的党纲已经简化，但是他们众议员就讲说没有在任何方面排除台湾哦。那连巴尔都出来讲说，川普还是会强化台湾的安全，但是强化的背后是不是有代价，是要交保护费的呀？那还有，川普过去其实就是如此哦，他很在意钱，就是说你要我保护你可以，你要如何可以，钱先拿出来。商人的本性嘛，就是我不做赔本生意，我保护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付钱哦。在北约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开炮，2018年的时候讲说，你们哦，你们的国防支出预算哦，应该达到2% GDP 2%的目标是不够的，应该要提高到4%，是有这样子喊出来哦。那所以在德国的国防开支大概只占了1.3%，川普就认为说，你这个严重拖延了开支目标，所以就把从德国这边撤走了数千名的美军。后来呢，国防部在接下来的1个月就把这个驻扎德国的1.19万美军重新安置到其他地点，所以他是说到做到的，你不付钱，我真的就把人给撤走了。那在2019年的时候，他又把目标从北约转向了日韩，因为日韩都有这个驻军嘛，美国驻军，所以他就讲说，我们这边的一些军费，你们得要来买单了。艾斯培跟这个郑景斗会面表达说，南韩应该要支付更多驻韩美军的经费啊。数字高达了74亿美元，暴增5倍。还有呢，川普同样也是跟日本说要了5倍的军费，那日本也是拒绝的。但是好了，日韩可能还可以有讨价还价，我们台湾有办法吗？赖清德有办法拒绝美国吗？不晓得哦，现在是要有待观察哦。那今日乌克兰会不会明日台湾呢？现在对于共和党来说，乌克兰好像但他们并没有很想要继续撑下去哦。塔斯社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川普准备要跟普京对话哦，结束乌克兰战争，他是要跟普京看清楚，他是不是找泽伦斯基，他是要去找普京对话。那他说呢，毋庸置疑，他不会在有任何中间人情况下，他会直接跟普京来对话。那还有范斯也曾经有在2022年接受专访的时候讲说，我真的不在乎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他认为乌克兰就应该要割地向俄罗斯求和，而且他阻挡美国援助乌克兰610亿美元的军援案，其实也没有毛病啊。就是对于共和党人来说的话，他们并不想要把钱花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因为他们最主要是要让美国再次强大，所以他们的论调是如此。那你看看现在看起来，川普跟范斯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已经让乌克兰跟北约都直冒冷汗了。范斯过去在《金融时报》也有投书他说：美国无限制帮欧洲提供安全保障。
障时间太久了。我们现在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1兆美元哦，我们应该把这个欧洲没有在国防上花费的资金看作是为了保障欧洲安全，对美国人民征收的隐形负担。意思是说，没有道理我们美国人的税收去保护你欧洲啦。那泽伦斯基现在怎么看呢？泽伦斯基可能就讲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不担心。他说他已经准备好要跟共和党合作，可是共和党没有打算跟他合作。我们先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川普真的会挺台湾吗？所以那些相信美国会顶台湾到底的，每天跟着美国人喊台美关系坚若磐石啊，这些人梦该醒了吧？对，不要自欺欺人啊！人家川普都讲得那么明了，对不对？范斯都讲那么明了。说安全这个能不能生存要靠自己，要靠别人永远都不可靠的嘛，对啊。为什么就有一些人就相信说台湾的安全靠美国就安了，对，大陆也不敢打了，谁也不敢怎么样就天天在那边干嘛挑衅然后天天什么把他的个人理想用这个我们台湾2000万人2300万人的生命财产做他的赌注一天到晚想要去赌博。我觉得这些人都该醒一醒了。我觉得不过最需要醒是我们台湾民众啦。川普都讲这么明了，川普讲了3点，他说台湾距离美国万里之外，距离中国大陆只有百里之遥，我根本很难去打这场战争嘛。美国想要帮台湾，这个战争能打吗？对，根本就是很困难的，不切实际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说大陆对台湾是有绝对的决心要拿下台湾的。你美国你美国干嘛去搅这个局？大陆是一定要拿台湾的，对。那你今天美国为所谓何来，对不对？去跟大陆硬碰硬吗？那回过头来呢，他说台湾这么有钱，对，台湾这么有钱，还把我们的这个晶片业全部偷走。他是用 stolen 他这个用的是偷走，把美国的晶片产业全部偷走。所以呢，我们应该跟他要保护费对啊，他这么有钱，还要依赖我们要依赖美国，美国为什么要傻瓜来保护台湾？意思就是说，那保护可以给钱我就保护你。所以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另外，他的范斯是一个在所谓的国际问题、外交问题上，比川普算得更精的。川普还没打过仗，这个范斯是这个10几岁，高中毕业就到伊拉克战场打过仗的。他常常在怀疑，就说他在战场上看他的同袍走出去抬着回来的时候，他就在怀疑美国干嘛做这种傻瓜事。所以他从头到尾不赞成美国替人出兵一个川普加上一个范斯，你这个赖清德还做什么梦不要再骗台湾人了啦。对，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那就是不要跟大陆去对着干对不对？两岸和平，我们在台湾大家就怎么讲，就在台湾可以做一个在这边安身立命。你天天去挑动大陆，靠美国挑动大陆，美国根本不可靠，你还去挑，真的是愚蠢至极好，请教苑老师。这个川普讲的话，因为他一定会当选，我做一个延伸的解释。川普基本上以一个商人的态度提出来对台湾要钱，你台湾给还是不给你一给哇不得了，因为台积电赚钱跟我们赚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就是领死薪水的那你舍不得给的话呢，大陆给那就完蛋了。你要了解川普讲的意思就在这个纯粹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交易其实大家应该要了解那个川普到处威胁利诱，基本上都是在要钱然后大家以为说他会找一个副手，可能稍微缓和一点，更严重这个范式不但是跟这个台湾要对上大陆，对欧洲。然后我觉得他里面强调了一个观念，讲起来在美国真的是有普遍的认同。我最近看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支援乌克兰的钱开口闭口几百亿、上千亿。然后我们自己夏威夷发生了一个火灾，到现在需要5亿美元的这种救助方案重新建设，居然迟迟没有动工因为没有这个钱。那这个范斯他基本上讲的话里面的
跟川普不但是如出一辙，而且更严重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要走回美国原来保守的孤立主义的道路。我觉得他们会共同宣布美国新的门罗宣言，就是说这个门罗宣言，南美洲的事他都不管了，就是因为美国本身啊，它得天独厚啊，世界上发生战争很难打到美国本土来啊，你们随便怎么闹。但是美国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我们从小在这个记忆当中，只要世界越乱，美国越稳定，那相对而言，美国的情况就非常好。那现在美国自己搞手，把自己这个乱源搞到自己国家内的话呢，就是美国的反感已经非常严重。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认为，这个川普他当选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然后第二点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范斯来讲的话呢，面对中国的态度，会使得他们对台湾的态度也非常明白。但是他不会替台湾做任何事情，他会叫台湾自己花一笔保护费。就是说，因为那个川普曾经说过，就是说我们保护你们欧洲什么台湾这些东西。基本上除了以色列以外，就像保险一样，你们可以买半险跟全险，半险就根本就不管了。那全险的时候，看看我们到时候要不要来，所以这搞得非常模糊。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同意介大使讲的，台湾人的梦可以醒一下了。好，来请教舰长。我们讲到这一个副总统啊，他到底有多孤立啊？他的对于这个外交政策，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他在2月份的时候，慕尼黑会议上面，他特别强调了美国优先的一个外交政策，而且他讲说，欧洲国家啊，应该自己啊来进行军事防御，然后特别是在制造业的部分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美国就可以把资源转向到亚洲来，意思就是他要应对中国啊。那但是呢，他真的有要应对中国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他对于这个乌克兰，他表达的态度非常清楚啊。他说他有条件的支持，但是他话说了半天，他的有条件的这一个支持，其实就是他要退出乌克兰的战场啊。那也就是说啊，他最后在今年的5月昆西研究所的也就是智库发表演讲的时候，他讲的也就是他希望以色列人跟逊尼派能够管他们自己的世界，然后欧洲人管他们自己的世界，然后他们要注意东亚，也就是其实那个范斯他非常注意有关于跟中国大陆的竞争的部分，但是泽伦斯基要当心一点。那泽伦斯基一直不愿意坐上谈判桌，那这当然是有他的背后因素。为什么？因为前线已经，如果按照前美国国安顾问的说法来讲的话，现在乌克兰已经阵亡60个官兵了，然后有40万的官兵重伤。那以这样来讲的话，那他如果现在他要谈和的话，他如何向家属交代？他的小命可能就不保了。那至于说对于台湾来讲，刚刚无论是介大使或者岳老师都讲得非常清楚啊。那我们来看看啊，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说啊，他们希望付钱。那如果不付钱的话，那你们得自己靠自己。我们台湾付的钱还少了吗？我们买了你们旧式的装备，你们不要的装备，我们还买了少了吗？那个鱼叉飞弹不是吗？我们还买了火山布雷系统不是吗？你们还要丢给我们什么样的烂装备？然后你们说要送我们的就是防弹衣跟排用机枪，那个我们台湾不能自己做吗？所以这样的算盘打下来，我们再继续的跟中国大陆叫嚣抗衡，想要当代理人，恐怕非常危急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全球都在聚焦说这一回的3中全会哦，7月15号到7月18号正在举行当中。那现在目前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出来是什么呢？3中全会都还没结束，但是呢，美国的重量级的企业
高层现在已经在纠团了，很急着要赶快知道说啊，三中全会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政策出台去获取第一手的消息。这是南华早报得到的一个独家消息他们说这一次呢是由这个美中贸易的全国委员会来安排，将由总裁、董事长、主席还有联邦快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率团。哇，那这次也是这等于说顶尖 CEO。团包含了像是高通、星巴克、Nike， 还有高盛、Honeywell， 还有联合健康这些公司都在大陆有非常庞大的业务。一群重量级的美商高层将会就在下周就出发这个18号。就会结束的这一次的三中全会，他们要赶快过去看一下这一次闭幕会之后呢，跟这个中方的一些官员会面，要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要知道接下来中国大陆的一些政策或者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他们能够怎么样搭得上，或者是说，他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因应，甚至是要拓展市场那当然，我们看到 IMF 也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说，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它又调升了。那明年也会调到 4.5%， 他们展望报告就是对于新兴市场还有发展中的经济体的一些成长预测。这一次呢，他说主要上调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亚洲特别是中国跟印度强劲的经济活动。对于中国大陆来说，2024年的预测上调到 5%由于呢今年第一季私人部门的消费反弹跟出口非常的强劲。那的确，中国大陆最近拿出来的一些经济数据蛮多都是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是展现经济的这个回温跟复苏力那全球有70%的订单都被中国拿下，这是哪一个产业？原来是造船业。今年上半年的造船业哇，交出很亮眼成绩光是新的订单量就达到了5422万这个载重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43.9%， 快要50%了。截至6月底呢，手上的订单量有17亿的载重吨年增 38.6%。那还有呢，这个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当中，中国14种船型的新接单量都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造船业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再来看一下这个零件，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他说，相信呢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经济上半年的这个数字，一定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半年报成绩单。在不确定跟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这个全球经济当中顶住的压力，发挥了稳定器跟动力源的一个主要作用。那对于美国来说，为什么美国企业这么急着要过来？就是因为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市场依赖是非常的高的。日本的媒体在讲说，你看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口管制，但是数据显示出来，他们反倒是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那光是这个美国2间代表性的晶片制造设备商，就有在中国大陆市场就占了它全部的销售量的 40%。 那你看看他们还讲说，如果华府没有限制，恐怕这个业务占比会来得更高未来10年这样子的成长，恐怕会到达203哇，所以非常的高。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晶片法的话，搞不好他们到时候的产能比重将会下滑，从这个 14% 下滑到 8%。也就是说，未来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大陆市场支撑的话，恐怕美国自己晶片业也要被边缘化。那另外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在军事上面，南海的冲突也持续的在跟美方好像也是这个僵局僵在这边。那主要瞄准的就是菲律宾。中俄的军演呢，在南海现在也要回击一下，因为美国的这个联合利剑2024不是说模拟了一艘好像大陆的这个军舰把它击沉嘛？现在中俄也是同样他们也是假想摧毁了敌方的潜舰呢，给你回敬一下。那还有万吨的海上医院突然开往了南海，瞄准的是马德雷3号，你在那边坐滩很久了。他们现在这个第2艘万吨级的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现在奔向了南海岛礁那这个专家就讲说，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要用一个舆论压力就说你会污染嘛，影响到那一边的海域所以应该是要合理的把它给拖走。那大陆的专家又讲说，菲律宾我们现在在跟你下最后通牒如果不配合的话，我们到时候不好意思，我们就直接处理了，直接把你这个坐滩船就用这个直接行动把你给处理掉了。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现在美国企业好着急哦，这个会都还没开完，已经要组团，赶快去。因为这次会议啊，三中全会它主要对于就中国大陆市场啊的进一步开放，整个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啊，它会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规划。那所以这个等于说是设定一个目标设定的一个会议啊。那这个文件哈，也就是一些这个说所谓的深化全方面深化改革啊，然后这个开放啊，进一步优质开放啊。它有一个决定的一个文件，就叫决定。那这个文件事实上，它会之前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啊，从这种基层一直往上送，把各种意见啊，一直这样用，它是说透过一个党内民主的程序进行一个充分的讨论。所以呢，这个讨论已经相当长时间了。这次三中全会就是要把这个文件，把它透过全会这一个权威把它定掉。定调以后，中国大陆整个国家不管是在贸易、经济金融，然后环保、制造，然后呢服务业，然后还有这个教育，还有这个全方位的文化，社会全方位的一个深化改革，然后呢持续开放的这2个大目标之下的一个具体目标的设定。那我想这个中间又会尤其在这个市场尤其金融市场，甚至这个租税然后这些还有这些制造业各方面环保方面的这些允许外资进入的这个管道一定有很多新的开放项目。所以呢，这些美商就已经迫不及待对，要赶快在第一时间抢下一些标，抢得先机，抢得先机然后最好跟中国大陆高层拿到一些好的这个项目。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就这个市场来讲的话，还是世界上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或者制造业好，服务业好，等于最大、最有潜力，而且呢。也是最稳定的一个市场，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它不像现在美国或者欧洲甚至他们他们的整个经济发展受到政治的干扰因素太多了。那这些政治干扰因素都是用经济作为代价的。对。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政治是很稳定的，那而且这个基本上他们这个规划也是非常有远见，然后呢。会确实可以落实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外商已经迫不及待了。另外，我讲一下这个吴世纯吴世纯他中国大陆学者，最后讲他是中国大陆南海研究院的院长，他在南海研究这个南海事务上，他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啦。那很多年呢，他都在研究这个南海问题所以他这个讲话我觉得就显示中国大陆真的要对那个马德雷3号。下出最后通牒了，可能相当于官方的立场。官方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菲律宾现在压力很大了。好，来请教舰长。刚刚谈到也就是丝路方舟号现在到了南海，可是他到南海是去做什么呢？他是要去解决马德雷3号吗？其实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丝路方舟号。其实呢，我们可以透过这艘船呢来观察一下，就是楚碧、永暑、美济这3个岛礁，它的吃水到底有多深？为什么？因为这个丝路方舟号，它基本上是14300吨的这个船，那也就是它吃水的应该是在7公尺以上。如果它都可以进入楚碧、永暑、美济的这些港口的话，那也代表这些港口实际上来讲，它的深度。是可以提供这个万吨级的这个船舶停靠，虽然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美济有靠泊的055的万吨驱逐舰，那这些船去干嘛？我们讲到说在南海有很多的岛礁，上面都有非常多的解放军的驻军，还要去为这些驻军进行相关的体检。然后，而且呢，他会带着所谓的义工文艺演出，就是例如像我们台湾的义工队一样，他们称为这个叫做
健康送海疆啊，所以其实并不像我们大家讲的。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处理马德雷3号呢？我们来看一下哦，马德雷3号它现在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它其实锈烂成这个样子，它锈烂成这个样子，它其实不能用拖的，因为一拖就4分5裂。那一拖4分5裂之后，那你就更难处理了。然后现在又在讲，中国的自然资源部说，马德雷3号它其实就是排放污水啊，然后造成各种的一个珊瑚礁生态破坏。如果去直接拖，那也就让菲律宾反手可以说这个破坏的是中国大陆。那但是中国大陆没有其他的方法，当然有嘛，各种工具很多啊。我们来看这艘船是什么？这艘船呢，其实是那个英斯塔号，它在2018年的时候，进行了北约的3叉戟操演的时候，然后就因为跟其他的油轮碰撞之后，他为了要避免沉没，然后他就搁浅了。搁浅之后，我们看到来钓的这些船虽然不是中国的，但是都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如果说今天要把马德雷3号拖下来，就是长成这个样子。那也就是它下面会放各种的浮带，然后让它浮起来，有一定的浮力之后，就由这些拖船直接把它拖下来。那现在大家对于解放军有各种想法啊，可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他们现在在白令海有拉萨舰编队，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有山东舰编队。我们看看啊，这是昨天啊所公布的山东舰编队的一个操演的状况。他这一次没有去关岛，但他也没有上到白令海，他就在台湾的东南这里演练了。国防部有跟大家讲吗？其实没有。那他在这里的演练呢？那其实跟我们台湾所看到的这一些，有关于西南防空识别区啊，为什么基建这么多啊？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啊，例如说，我举个例子，7月10号，山东舰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各种的空中兵力。那这些空中兵力做什么？也就是海空对抗操演。所以我们看到解放军的这些军舰不断的溢出啊，其实对于我们台湾是危险的。但是山东号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反介入，而不是对于台湾。好，来请教苑老师。这个山东全会非常重要，是涉及到经济当中最主要的主轴啊，就是深化改革开放。虽然您也讲说大陆交出一张漂亮成绩单，但是我必须强调，这2个季度当中是从5.3到4.7，现在接下来预测是4.5。换言之，对大陆来讲的话呢，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发展动能的话呢，非常重要。我用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来集体访问的时候，大家不要当成是一个单方面的，因为美国目前为止的话呢，高科技的部分对大陆有所限制、有所打压，那么这个是明确的事实。但是美国另外它的优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美国的管理的能力。美国的企业的管理能力对于大陆来讲的话，他们的投资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其实严格来讲起来的话呢，我必须强调，这个不能够一厢情愿。美国人呢看到中国人的市场这么大。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人又工作很勤奋，那么对于大陆来讲呢，这个需求呢是互相的，大陆呢会得到了2方面的好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跟在美国如此打压的情况下，维持了一定的交往的关系。那另外的话呢，大陆呢跟美国在学习。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 Starbucks 星巴克。那大陆呢，就是慢慢的养成了大陆喝咖啡的文化。那大陆现在呢，就出现了瑞幸咖啡。那个瑞幸咖啡本身来讲的话呢，它很多地方，因为咱们中国的创意可能不一定来得像美国那么厉害，但是这个要按照这个创意底下发挥啦、应用啊、山寨啊，这个能力其实蛮强。而且我必须强调，瑞幸的咖啡还不只是山寨，它的也是创意无限的。那当然这种例子非常多。那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呢，在整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当中呢，到中国来讲，它这个
带来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观念，因为大陆现在一般的民营的话呢，如果你的这个量不够大的话，你在经营起来的话呢，不是那么容易。我所谓的不容易的话呢，就是说有很多对于这个企业的这个民营企业的要求上来讲，不像美国的投资会这么大，所以说这个也是显现的出来，美国在这边有发挥的空间。必须要了解了，就是说是这个是大陆希望美国的企业来，所以说这个3中全会开完以后，深化改革开放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另外对美国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有2点也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美国本身